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今天是大年初一，给大家拜年。这个影片呢，也是咱们频道的贺岁片三部曲之二，讲一讲不一样的年兽和时空的关系。上一集我们介绍了年兽蜥的来历和除夕的传说，我们得出了结论是蜥是灵界的第三状态，即是薛定谔的猫，从而通过春联、爆竹和火来把蜥困在灵界。但是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蜥是如何知道365天出现在村庄里呢？月亮升起，天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而鸡鸣破晓便离开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就引来了时间的概念，在灵界有时间吗？或者问题是在更高的维度有时间吗？时间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了这个脑洞，咱们就从最牛的牛顿说起。牛顿的3个定律奠定了经典物理的基础，同时他的3个定律的前提更加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绝对论，简单讲就是绝对时空。牛顿认为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是各自独立存在的物理量，是不会随着任何的外部的作用或者是观察者而改变的。但这个理论后来受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挑战，爱因斯坦彻底的否定了绝对时空，也就是被牛顿认为经典物理的基础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是说经典物理就错了，而是只是经典物理的局限性更加的明显了。爱因斯坦讲的是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间跟观察者的速度还有事件发生的位置有关系。这个相对同时的出现是指同时性之相对性，用英语讲就是 relativity of simultaneity， 是指超距离同时性的概念并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在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所发生的事件，其同时性取决于观测者所在的参考系。比如把物体一个放在地球，一个放在人马座里，并且考虑到观察者的速度，就可以得出时空是相对的道理。这也引出了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和速度成反比。当速度达到一定高度时，时间将会变慢，速度快，时间就慢，速度慢时，时间就相对的快。还有关于时空的扭曲也会影响时间的定义。另外，物理学家发现时间并不是一个方向的，人们一直以为时间总是向一个方向的，仍然是视野局限性所造成的，时间是可以双向的，非常的颠倒认知，这都是科学暂时无法解释的现象。说了这么多，时间和年兽有关吗？关系就在脑洞的拼图游戏。年兽是高维灵兽，它是否受到时空的限制？它的思维是建立在高维度基础上的，也就是它的对现实的理解是不同的。它可以像看电视调台一样，可以选择任何的台来观看或进入。记得李思岑教授在和灵界交流时问道：外星人在地球有吗？灵界的回答是：早就来了，无所不在。这是最好的回答，也就是灵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无所不在的。而它的365天的出现一次，就是人们的想象，大脑的幻象，其实是人的记忆才有了时间的概念。如果人类没有记忆，就只能活在当下。儿童就是如此。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阿坦斯做了一个实验，表明孩子永远的快乐，永远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或发生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昨天的记忆，他们的经验无法让他们勾画出一个明天的图景。也就是说，他们的意识里没有一个如成人一样的时间线。一个人对未来是什么的设想或者预测，完全是基于曾经的记忆和经验得到的，这才就有了时间的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理论物理学家如卡纳罗维里推测时空既不流动也不存在，只是一种幻象或者叫幻觉。曾经被称作神童的杨定一博士也有类似的观点，如他所著的《时间的陷阱》。有时间呢，我们单开一局讲时间的陷阱。如我们以前所讲的，年兽其实是内我的一个部分，它无所不在，它可以在过去，也可以在现在和未来。当人们的幻象达到一致时，那就是年兽出来的时候。但人们有了春联、爆竹和火这样的符咒，于是抑制了年兽吸这个幻象的再现，于是吸就自然的成了人类记忆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为人类未来编造出更多的故事，便是一种积累。引入时间线的话，就是未来将要有世纪大魔王的出现来毁灭人类，就是这样的道理。有些烧脑可能需要有点灵学或者是物理学知识才能够听得懂。如果你听懂了，那就一句话，你懂我。对于时间，你是怎么想的呢？咱们贺岁3连明天同一时间播出，如何找到年兽？请不要忘了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新年快乐 ，Peace。